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正片未出，热度4亿，没等到落花，岛盼来了千秋令。跟其他平台比起来，在暑期档方面，芒果是要弱一点。毕竟平台办得最好的是综艺、影视剧这一块，稍微逊色一些。但这不代表平台就没有野心。事实上，在别家有 S 级大制作的，他家也出了。对的，这个古装剧制说的就是落花。在推介会上，明明白白写了是 S 级的落花，总投资超2亿，这还是保守估计。9月拍完，按照常理，本该是在今夏就能抬上来的，结果在剧目拍摄完成数月的情况下，平台还没有定好排期，只发预告物料，却没有放出正片。等着等着，好家伙，就等不到了。袁冰沿线税务争议，落花物料停更，恐难再上线。范丞丞、蓝盈莹主演的《被遗忘的时光》当天取得了许可证，当晚就空降上线了。芒果的速度变得如此之快，感觉是被落花的遗憾刺激到了。要知道，比落花拍得晚的剧都拿到播出许可了，而落花却一直挨着没有去送审。若是早些上线，起码播出就是胜利，剧组也不会亏。像我叫刘金凤，因为服化道窝风播出不到2周就下线了，可正片全放出来了，该吸的粉，该得到的流量都拿到了。对比起其他剧，落花也算是霉运不断了。先是排期有点拖延，后是女主袁冰妍陷入税务争议。纵然官方没有概论她就应该被封杀，但事件登上热搜之后，这一连串的影响都证明，业内现在对她相关的东西已经闭了。首先狐妖就偷偷的将涂山雅雅一角换成了郭晓婷，而后落花也暂停了物料更新。在七夕这样的甜蜜日子里，别家不管怎样都会拿出男女主双人照，但这部剧却迟迟没有消息。要知道，上一部因为主角丑闻而被搁置的《夜旅人》已经6个月没有更新动态了，落花正在步后尘。它是再难上线了，但芒果也不全然将希望赌在他身上。等不到落花，还有千秋令在备着。正片未出，热度4亿，预备上星双线收割。张雨绮带爆小花。正值七夕，没有被影响的剧方当然是美美晒出合照了。千秋令是出了2位主角的对视照，在图片里只见2人落座于山水景色之间，双手握在一起，脸带笑意望着对方，妆造上还是水蓝与墨蓝的情侣配色。仅仅是放出预告物料，就达到了全网热度4亿的好成绩。千秋令虽然没有明确说是顶级之作，但它的优势反倒是其他项目不能比的。甚至说羡慕的，毕竟同样是欢瑞参与的剧《沉香如屑》，这第1轮播出没有争取到上星的机会，而它早早就预定星网双播路线了。芒果1年就2部上星古装的名额，当然是要留给自家人的。而千秋令作为定制剧，从官宣开始就有80%的上星可能。遥想上一部欢瑞与芒果合作，而后上星播出的《与君歌》，投资不到5300万，最后卖了8127万，1轮上星播放量超26亿，在公司财报里显示是赚了钱的。上星要是不好的话，就不会有那么多剧方宁愿等排期，也不愿屈膝网播了。网播能赚流量，但上星才是扩展路人缘的关键。千秋令从出生起就赢在了起跑线了。而后关于演员，童梦实是蛮有争议的，但张雨绮可是大家都看好的带爆小花。在杨紫走后，早早就签约公司，且认真听话的她，无疑是首选主捧。在影视寒冬之下，她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进组的脚步。在待播剧已有4部的情况下，饕餮娘子的女主赚的也是她。从素人到网红，
再到转型为演员，她是公司为数不多的非科班演。要知道，就算是新人杨希子、黄奕，也是北影上戏毕业的。上一个公司破格签下的可是任嘉伦啊，非科班还能做演员，且不是选秀爱豆的，多半都是狠人，自有对表演的天赋在。任嘉伦靠一部《大唐荣耀》走红，白鹿签约之后就被于正力捧，如今是新生代小花里的演技担当。张雨绮虽不是以上两种情况，但她从小网剧配角打拼成一番上星剧女主，在这中间所付出的努力，远比镜头前呈现的要多。她的演技不到可以吹的地步，但肯定够用，特别是哭戏。在《千秋令》的片花里，她所扮演的李雪历经爱情磨难，被多家欺骗，在画面里总是泪眼婆娑，眼眶含泪，滴滴落下如清流，琼瑶式哭戏的精髓拿捏住了。那么就期待《千秋令》了。